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伊朗的情势如何？死伤人数是不断的在往上升。现在呢，伊朗血腥镇压，宛如是大屠杀一样，已经超过了6000人死亡了。可以看到，在医院还有街头都是尸袋。好，根据德黑兰几家医院的通报计算，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000人。可以看到很多装了这个遗体的尸袋堆了满地，那家属也非常的崩溃，认尸的一些悲伤的画面全部都流出来了。而现在呢，伊朗呢也展开所谓的这个孟加拉模式。什么是孟加拉模式？我们等一下请教学者们。好，而国民卫队呢，他的上校呢在家中身亡了，那么飞弹指挥官也都遭到了猎杀。而目前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上校还有革命卫队飞弹指挥官呢，都遭人击中，而且他是在这个坐车的后方来死亡的哈。但是这个情况呢都没有获得官方的说明。而现在伊朗的伊斯兰政府呢，正在利用各种方法去镇压这些走上街头的支持者，包括了呢去中断他们的电信还有网络。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伊朗国营电视台呢发布的画面挺政府的民众呢，在德黑兰的市中心去举行集会，并且呢是在悼念在示威中殉职的一些安全部队成员。但是伊朗政府称这些人呢，全部都是暴乱的受害者。好，那抗议压不住现在伊朗议会也呼吁呢，去动用巴斯基民兵。好，这是一支呢专门去用来镇压抗议活动的准军事部队。镇压行动现在要逐渐失控了吗？那么美国要出手了吗？我们来看到现在呢，美国驻伊朗的虚拟大使馆呢，也已经发布了示警呼吁在伊朗的美国公民要立刻离开伊朗，还警告在伊朗出示美国护照就足以成为被当局逮捕的理由。而现在有没有可能川普就要对伊朗动手了呢？美国参议员惊爆，可能就是今晚。白宫也说呢，川普正在考虑对伊朗去发动空袭，以阻止德黑兰当局的镇压抗议活动。那么，美国共和党的资深议员葛拉汉在出席活动致辞时，也去向台下的群众表示说：“我必须要稍微缩短演讲，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很可能就是今晚今晚呢，美国要为这个伊朗来进行动手。”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目击者也去痛诉说呢，我们在伊朗呢政府镇压之下不停的杀人，而且他们还去跟我们强制的断网断讯。那么现在马斯克的星链呢，就再一次的派上用场了。有3名的伊朗星链用户就透露呢，说边境城镇的用户呢，基本上是不受到影响的，因为有星链你断网也没有用。现在呢，川普呢也是进行这个关税来去对这个伊朗来进行施压他说呢，任何与伊朗来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呢，都要面对其所有与美国进行的业务呢，都要加征25%的关税而且是立刻生效。而现在伊朗外长呢，则是去批评美国，说你是在军事干预。我们呢，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已经全面备战了。同时呢，也准备要来谈判，但是必须要公平、平等、互相尊重。而现在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尼呢，他有去 po 了一张这个川普他的头颅碎裂的一个石棺图还去骂他说呢，川普傲慢自大，将跟其他历史上的暴君一样被推翻，并且呢配上了这一张指川普石棺的一个漫画图。而哈米尼呢，他还特别用这个俄文来发文说美国现在对伊朗的态度严重失算了。数小时后，他又在发文了，说华府过去因为误判而遭遇重挫，未来呢也将因为错误计划再度失利。好，说到他特别用俄文来发文所以现在中俄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呢，去反对这个美国去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说呢，各方都必须要多做于有利于中东和平稳定的事情。而至于俄罗斯则是被看到了说呢，有 IL-76的运输机呢，频繁的飞往德黑兰。好，这可能呢是俄罗斯要去交付武器甚至呢是把这个伊朗高层的财产给运出来，已经做好了流亡的准备。但是如果伊朗政权垮台的话呢，这个重塑整个地缘政治还有能源市场的，像是这个
波湾的阿拉伯国家呢是高度警惕，因为很担心伊朗如果崩溃的话呢，可能会引发像是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一个长期混乱，会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权力真空。所以现在伊朗的局势怎么样呢？其实是牵动全球的。我们就来请教这个赖教授。您讲的没有错因为确实是牵动全球因为伊朗的局势如果混乱不稳定甚至陷入内乱内战的话，它当然会影响到全世界能源的供应，也会影响到油价所以油价会往上飙涨。像我们台湾没有油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很敏感的就会受到油价的一个波动，油价的波动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影响到以色列，影响到沙特阿拉伯，还有影响到周边国家中亚这个中东地区等这个大国介入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当然在地缘政治中影响也很大。那示威抗议已经13天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平息，谣言满天飞。不过我想建议观众朋友们听到所有的谣言都保留一点因为有一些国家面对伊朗的问题会刻意的把事实夸大。那事实一旦被夸大，那就不是事实了。我们再强调例如说有很多人死亡，假设死亡人数是500人，夸大到5000人，5000人就是谣言，500人是事实我想这个部分你们要了解那示威抗议很多，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镇压也很多，暴动流血事件也很多。之前上个礼拜还谣传哈梅尼已经搭飞机逃亡了而且谣传了很多。那您看，结果哈梅尼不但没有逃亡，而且还坐镇指挥等等的事情。现在又看到说有谣传说这个您刚刚提到了俄罗斯的运输机进来了，是不是要把这个伊朗的这些达官贵人的财富跟他的家属都运到海外去？这个都是谣言。我们觉得谣言就止于智者，大家听听就好因为一切都要被证实。为什么？因为您一开始提到的几位革命卫队的领袖或者是军事的部分的领导人，其实上校都关键都很大了，因为他们的边界才10几万人伊朗的军队，那因此上校都很大了。那再想想这些人被杀都是谣传，可能没多久他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就如果你引用的这些谣言，那基本上可能你就会犯错。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川普为什么会突然间又祭出这个关税25%的政策？这代表美国坦白说，对川普来讲，他举棋不定，他束手无策，也就是他所可以选用的手段并不多。为什么？第一个，你知道，如果要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要推翻它，最好的方式是你地面部队要进去。可是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万万不能把地面部队派进去伊朗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了嘛。委内瑞拉，你看美国的国务院昨天正式公布，要求在委内瑞拉的人的美国公民尽快的离开委内瑞拉。那川普昨天还自己封自己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由于美军没有进入委内瑞拉，所以美国的公民，美国的国务院说，美国的公民现在正被委内瑞拉的民兵组织搜捕，在街头上去拦截。换言之，也就是说，对于反政府者，对于叛徒，对于美国人，他们的民兵组织现在要逮捕中。也就是一个自封自己是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的川普，他没有能力保护在委内瑞拉的公民的人身安全，这个不是很滑稽吗？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部队派进去委内瑞拉，没有控制了委内瑞拉的军事、警察、公务人员，没有，所以他事实上对委内瑞拉的控制是有限的。同样的道理，美国的军队没有进入伊朗的话，他要把伊朗的政权推翻，也是会有限制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轰炸有可能，但是他为什么举棋不定？因为伊朗已经在上次跟以色列的战争中，他证明他可以精准的打到以色列的首都的军事基地。
那如果这个政权可能会被推翻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那就没有保留的攻击了。这个对美国也要考虑到他自己的伤亡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举棋不定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所以他先用这个关税，他非常熟悉的一招，先来去对抗。好，我们来请教这个厉将军。首先我介绍一下伊朗的军制哈，伊朗军制确实是跟别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它有2支军队哈，陆海空各有2支军队，一支是它的所谓的国民军哈，就是正式编制属于政府；另外一个我们常常讲的革命卫队哈，革命卫队是宗教部队，但你不要小看它宗教部队，它宗教部队由于这个他们是目前是宗教在掌权嘛。所以它反而宗教部队这支部队来讲的话，它的不管是预算或钱财，或者是装备干嘛，都远远要高于它的这种本身的建制的这个国民军的战力哈。那这是这个伊朗国内发生的暴动，其实我认为说是蛮严重的。那中间不排除是不是美国的 CIA 或者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渗透到这里面来，这边煽动起的这些暴动活动。那我们看到，如果说他革命卫队的上校在家中都已经被干掉的话，那代表事态真的是蛮严重的。因为这谁干的？不见得是美国的 CIA 或者是摩萨德，可能是老百姓这个因为暴动把他们的革命卫队干掉的可能性很大。那伊朗这个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大家可以分为2种派了。一种就是所谓的世俗派，原来就是巴勒维国王时代，他们是属于世俗派，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宗教革命变成所谓宗教派掌权，就是他讲最高领袖哈米内伊这是他们宗教派的领袖，就变成最高领袖是宗教等于宗教在领导政治那他总统本身是虽然说民选的，但是总统本身呢，现在这个总统是亲美的意识比较重。所以民众里面其实也分歧成2大的这种想法，一个是比较偏向中原，尤其是他们的宗教又属于什叶派比较激进的宗教派，可是有很多的民众他本身又是接受美式的思想，又比较亲美，所以包括总统在内，因此这场混乱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不可以小觑。尤其是上个礼拜我们听说美军这个已经派了这个大批的 C-17运输机，载了很多的武装直升机，那另外在伊朗的跟伊拉克的边界，在伊拉克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美军的基地，现在美军已经向那边集结兵力了。那集结到底是什么兵力，我们不晓得。那我推测如果说是这个美国故意制造伊朗，借着他们的经济上面，因为通膨的原因，老百姓的不满造成这个暴动。其实，在上个礼拜传出来的死亡的人数，因为暴动死亡人数是说40人，那后来伊朗将所有网络断网，那时候。很多的全球的媒体就是说，他如果断网的话，是不是比方说他的资讯不愿意对外公开？所以说，有没有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政报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孟加拉的模式。孟加拉模式就是比较激烈，用强制的政报手段去镇压，就是说我把网络断掉，让你们这些讯息传不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看不到。那现在如果说真的已经造成600这个老百姓的死亡来讲的话，这代表暴动很严重。那我这边推测，如果美国要动手的话，他可能采取斩首作战模式，2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哈美内伊是他的主要斩首对象；第二个目标是伊朗的核设施，也是他要打击铲除的对象。那他可能借着空中攻击或者是三角洲部队渗透的方式，来达成他所谓作战的目的。去年6月才已经轰炸过伊朗的核设施了，要再一次了吗？我们请到袁教授。我先理清一下什么叫做孟加拉模式就是2024年的孟加拉的话呢，发生了他们的政变。孟加拉模式的话呢，主要这个讲的是说是这个民众在被压制的情况下，实在受不了了，透过暴力的方式的话呢，把统治阶级的人杀掉。所以这边会出现一些这个什么上校或什么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叫做孟加拉模式，就是这个是以非常具体而为的形容了目前伊朗的状态。伊朗的状态的话呢，目前为止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被制裁时间过久，从1979年到现在将近47年，快50年了。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国家，大家要知道伊朗的油田那可比委内瑞拉好太多了。伊朗的油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的话呢，你说美国有没有想法？那肯定是有的嘛。这是第一点伊朗本身的话呢，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然后那个你刚刚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当中原来那个国王叫巴勒维的儿子跟他爸爸长得蛮像的
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在鼓励啊，他的这个想着办法要美国派兵啊，甚至于说那个街道取名叫川普啊，然后呢鼓励川普了，让他好好用兵啊。那么会不会出兵呢？我相信会啊，因为这个川普讲话，他们就调动了部队什么，但是呢，出兵的方式呢，主要是以色列啊。我相信会轰炸他们重要的设施，尤其是德黑兰的啊！我相信以色列会做这种事情，因为以色列视伊朗为心腹大患、大敌。然后上一次的话呢，川普呢减除那个伊朗的那个核设施的事情，做的不明不白的啊。实际上的话呢，当时 IAEA 马上去炸完以后去调查，发觉没有看到核污染、核辐射，所以这我先要注意证明说，伊朗的核设施并没有受到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影响。然后第三点的话呢，伊朗非常重要啊，伊朗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有3个现象我们看不出来。第一个，带头闹的是谁？看不到带头的人是谁啊？那么大部分人的话呢，就是说是民众闹得很多啊，上百所城市当中都有暴乱的现象。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大家要了解啊，原来的话呢，赫梅尼那个时候我印象中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都19岁了啊。赫梅尼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神权国家。伊朗是个民主国家，他们那个总统叫佩泽西昂扬，是选出来的。哎，那伊朗的话呢，原来啊，这个他们民间比较亲美啊，跟沙烏地阿拉伯刚好相反的。哎，他们的高层比较反美，沙烏地阿拉伯是高层亲美啊，然后那个底层人民非常反美啊。那个我从小的话知道一个女生有迷你裙，就是看到德黑兰女生穿的照片了，你就知道巴勒维国王在的时候，伊朗是开放到什么程度。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头伊朗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美国加以色列的攻击以后，反而变得内部更团结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自己啊，除了面对一个情况下，这个库德族在伊朗的部队那边的话呢，准备伺机而乱。啊，这个库德族的话呢，想要分据一块地来独立。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首先革命卫队的话呢，他们本身的控制非常严格。那么大家的话呢，这个现在开始是强力的镇压，然后把网络的封锁。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革命卫队的实际上的情况下还是蛮稳定的。至于说赫梅内伊的话会不会被杀死什么，我所知道赫梅内伊已经86岁了啊，搞不好明天就自然而死了。他的问题并不严重，而且谁来接他的位置的话，就一个神权国家来讲，问题也不大。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整个伊朗什叶派的教徒啊，他们基本上是不要命的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只要有受到攻击的话呢，他们会做出非常非常激烈的反应。所以这个是整个世界会变得更乱。他们的手段是不择手段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继委内瑞拉之后啊，川普有可能对格陵兰下手吗？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俄罗斯的高级官员也开酸了，因为之前都说你俄罗斯在侵占其他国家，结果现在美国也来侵占其他国家了。他就酸说，哦，川普，如果你不迅速的采取行动，确保格陵兰安全，那么格陵兰人可能会投票加入俄罗斯哦，然后就结束了。美国旗上不会再添加小星星了。好，这当然是一点开玩笑在酸他啦。但是呢，这个10天内啊，川普已经4次表态说一定要拿下格陵兰岛了，甚至说如果影响北约就影响吧。And if it affects NATO, then it affects NATO. But, you know, they need us much more than we need them. I will tell you that, Ray. The UK and Germany are discussing plans for a joint NATO mission to protect Arctic security in Greenland. Does that change your calculus at all? No, look, we're talking about acquiring, not leasing, not having it short term. We're talking about acquiring. 好，美国在北约，丹麦也在北约，但是现在北约人自己侵略北约人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啊，影响就影响吧。而且他在1月以来呢，已经4次表态了，包括了在1月4号、1月8号、1月9号、1月11号都不断的说我们就是需要拿下格陵兰岛，必须要拥有，不可以用租借的方式，因为现在很多的兵力都已经在那边驻军了，但他觉得这样不够。那现在呢，格陵兰人就说了，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梦魇。好 ，BBC 报道呢，其实是有高达85%的格陵兰人都表示反对哦，说呢，美国在格陵兰周边呢已经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了，不需要更多了。甚至还有人说，我梦见川普开着船来，这是场一个可怕的噩梦啊，害我因此失眠了。好，而现在呢，这个格陵兰的自治政府呢也出来重申了，说我们拒绝让美国接管了。好，格陵兰政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无法接受美国接管。格陵兰岛呢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也是北约的一部分。
格陵兰的防务呢，应该透过北约来实现。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也说了，说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下一步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一个具体措施。而现在中国大陆也出声了，说呢，美国谋利不要拿他国来当成借口。好，而现在啊，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委内瑞拉啊，已经这个川普下手的情况，现在是如何呢？川普他自己说呢，他是委内瑞拉的代总统，而对此，现在真正的代总统也出来说话了。La soberanía y la independencia de Venezuela. He visto por allí caricaturas en Wikipedia de quién manda en Venezuela. Bueno, aquí hay un gobierno que manda en Venezuela, aquí hay una presidenta encargada y hay un presidente rehén en los Estados Unidos. Y gobernamos junto al pueblo organizado, junto al poder popular. 好，到底谁才是真的代总统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委内瑞拉呢，之前有一个反托派领袖马查多曾经呢，美国政府是支持他的哦。结果现在呢，他竟然是遭到了华府边缘化。好险啊，他现在15日终于要见到川普了，而且呢，梵蒂冈的教宗呢也要去见这个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了。为什么马查多现在被川普边缘化了呢？川普的理由是说啊，他的这个政治能量不够啦，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带领委内瑞拉。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川普他想要自己当代总统，所以先不管马查多了呢？好，另外来看到啊，这个美军当时呢打下这个委内瑞拉的时候呢，空军去哪里了呢？是有军媒说呢，大概呢只有18架能飞啦。而美国的军方也坦言说，这整个行动过程中呢都没有被对方的空中给拦截。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人力不足啦。好，当然呢，这个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军事力量当然也相当的悬殊啊。而为什么要这个委内瑞拉呢？除了石油之外呢，现在也说了，其实川普盯上的呢是一个神秘的稀土。基于大石油之外呢，对稀土呢也展现了高度的兴趣，想要借此来提升影响力，才有这个筹码去跟中国来对抗嘛。好，另外来看到啊，这个川普要来当这个代总统，委内瑞拉代总统，而古巴呢要交给国务卿卢比奥吗？好，综合外媒报道啊，川普发表了针对古巴的强硬言论，称如果古巴不在为时已晚之前达成协议的话呢，今后啊不可能再从委内瑞拉获得任何的石油和资金啊，而且呢他还非常支持这个卢比奥成为古巴总统哦，所以呢网友就哭诉卢比奥穿着古巴风格的衣服，其实他就是古巴裔的啦，所以就穿起来应该是无违和啦，他就当总统啊，川普是非常的满意了哈。而古巴总统也说了，说呢与美的关系要获得进展的话呢，不能够基于这个威胁还有经济胁迫啦，而且啊，古巴总统也反呛啦，说啊，他要为了保护祖国留至最后一滴血哈，说古巴是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啦，那些把一切当作交易的人，把人民当作交易的人呢，是没资格对古巴来指手画脚的。好，另外呢，其实很差的啦，还有一国呢，就是墨西哥了，他之前又被指控就是贩毒、贩芬太尼，然后现在又离他这么近，又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头，他真的是剉咧蛋哈。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宣保姆啊，他现在就说了，说呢，打击这个军事行动啊，不需要美军来进行干预了，就是说呢，你离我远一点啊，不要过来哈。那这个 NBC 也说了，说中国啊，其实呢，在这个南美洲、拉丁美洲呢，已经渗透了20年了哈，所以呢，川普的伪国行动呢，还是很难去遏制中国把手伸向这个拉丁美洲的。智力学者就说了，说没有迹象显示啊，整个拉美会因为美国的威胁而去疏远中国。目前拉美各国呢，皆采取多种的混合策略，就是要去平衡中美关系。好，很明显的拉美也学乖了，知道我不能乖乖的就是当你美国的后花园而已啊，我也要自己去自立自强，跟中国要保持好关系吗？我们请教赖教授。俄国已经很明确的看到格陵兰很有可能是美国跟北约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破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这个打向这个气质格陵兰就那么的重要，所以他很迫不及待的希望能够挑拨煽动这个川普，说赶快采取行动，你再不赶快采取行动你就来不及了，你不采取行动我就来哦，因为他可能会导向我们。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后面的那段话不是事实，也没有人会信，因为格陵兰的这些民众不可能倒向俄罗斯，这是天方夜谭。可是他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激这个川普，说你赶快采取行动，因为川普如果
断然的采取行动对格陵兰就抢走了，那他跟北约相关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扩大了，因为德国、英国、法国已经站出来说了，说他们硬挺丹麦，啊，德英法三国领袖硬挺丹麦，绝对不容许啊这个川普用各种方法把格陵兰并为己有。那这个已经摊牌了嘛，也就是画出红线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德英法这3个国家画了红线没什么用啊，就像欧盟画了红线也没什么用，因为当初欧盟也对于美国的川普的这个关税也说，如果你敢对我课关税，我有18般武艺，我一定会让你啊也受不了，所以我已经都随时准备好了。然后德国、英国、法国当时也都说了狠话，就英国以外了哈，英国就一直还蹲到地上去帮川普捡那个纸片啊，结果川普跟英国签了贸易协定完了以后又撕掉了，又要课关税了。那英国到现在也是摸摸鼻子，没那个什么也好像当然没发生一样。好，欧盟更有趣，就是川普给你课关税了，欧盟不但跪地求饶，而且还再送这个6000亿美元。所以欧盟讲狠话，德国、英国、法国讲任何狠话，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阵风，没有什么用。现在他们又讲狠话了，吕特更阿 Q， 吕特说：“哎呀，这样子好了，我们北约帮你守这个北极海的安全。”川普就已经直接讲了：“我不需要你守，那是我的，我要啊。”对。现在的情况是，俄国很迫不及待的希望川普赶快出手，但是为什么川普到现在不能出手？川普完全有能力把格陵兰拿下来，完全有能力，而且不难，简单的不得了。但是为什么不能拿？因为拿了后遗症很大。所以川普他最高的理想跟目标是用买下来的。他如果像林肯总统时代，但是并不是林肯活的时候买成，而是林肯死了以后，他的国务卿买成了阿拉斯加。如果他能够买成的话，他也会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总统。用买了的话，皆大欢喜。我们来请教林教授。这个里头啊，介绍啊，有几个人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没有强调他们的背景。首先，第一个，刚刚讲到俄国那个国安会的副主席啊，他叫梅德韦杰夫啊，他是跟普丁之外唯一当过俄罗斯总统的人啊。他讲这种话代表的含义啊，就不是单纯说是这个吃美国豆腐而已啊。他意思的话呢，就是说明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登陆。这个川普只会吹牛了，委内瑞拉他不敢派部队了，那伊朗他也不敢派部队了，这样英文叫做 boots on the ground， 就说你美国大学要不要落地啊？他不敢的了，完全不敢。我就在那边讲，你敢你就做啊，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啊。川普讲的这种格陵兰的话呢，是要威胁了啊，威胁就展现出他的野心，然后乱讲话、胡扯八道、乱说什么，他不进去的话，中国、俄罗斯要进去，然后连他底下那个李维特都跟着这样乱讲，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第二个讲到马奇多啊，大家只知道马奇多啊，马奇多不信嘛？马奇多是刚好去年20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啊，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颁给马奇多，让川普很难过啊。马奇多非常想拍川普马屁啊，他说是见到了川普的第一件事情，要把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献给川普。川普说这个很好。这个可以啊，就是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啊！那原来的话呢，川普占领的委内瑞拉为什么不叫马奇多回去呢？因为马奇多在委内瑞拉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他自己都讲了，根本就不够影响力。所以说这话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那个代理总统叫罗德里格斯啊，那对他来讲的话呢，人家原来就是马杜罗的这个副总统，现在自然而然的话变成了这个代理总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的目前为止的话呢，大家都以为说好像受到美国的影响，其实错了哈。委内瑞拉本身来讲的话，上下一心，非常非常讨厌美国的侵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个马奇多的话呢，拍马屁这个其实是不管用的，这个也说明现在诺贝尔奖包含和平奖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胡扯八道乱发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像这个吕特吕特的话呢，原来当过荷兰的这个首相。他自己的话呢，讲这种话真的是吐沫自干，因为他讲的，我这么念想，那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下一步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具体措施。北约成员国里面就包含美国北约成员国里面主要就是美国美国现在就不跟你讨论了，你们全部给我滚蛋啊！这个地方我要了。我说句良心话，川普算是客气了，川普要就直接叫荷兰呢，荷兰够不着你笑，荷兰你们滚蛋就交给我就好了。我跟你讲这个说句良心话，川普现在这个搞的东西现在讲到。古巴开玩笑，人家从1962年开始就是一个古巴就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跟美国抗到现在
啊。古巴的医疗保险是唯一啊，台湾的医保很好，我全民健保比台湾好的就是古巴啊。人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有它的价值存在啊，对不对？那个川普对古巴来讲，只会叫卢比奥去，卢比奥就是搞了个什么东西嘛，对不对？那个啊，就是乱搞。然后墨西哥，我觉得这墨西哥也倒霉啊，就是说他们这些中南美洲国家真的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真的是离美国太近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很紧张啊。好，我们请教李长局。其实格陵兰，如果说我们抛开这个川普的这些风言风语来看的话，事实上格陵兰的地理位置确实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哈。由于当北冰洋地球暖化已经开始融化的时候，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中俄北洋航线已经开通了，而且已经走了一半船，但是虽然说不多，可是也走一半船啊。大家如果说以格陵兰为中心，因为我们通常看地图是这个以赤道为中心这样来看，但如果说你站在北极上空往下看的话，你发现中心位置是一个北极海，北极海稍微南边一点就是格陵兰哈，等于说它最接近北极的中心位置。然后这个东边来讲就是整个俄罗斯整个在东边，然后这个西边就是加拿大，加拿大的下面就是美国哈。那当然北极海周边最接近北极海的国家，除了加拿大之外就是俄罗斯。美国为什么虽然我们平常我们如果说用地缘战略的眼光来看的话，格陵兰确实对美国是很重要。如果说他不能掌握到格陵兰的话，他可以说，如果说他北美防空航线几乎就已经防空的阵线几乎就已经破解。你知道北极海现在这个能够霸占整个北极海的还是以俄罗斯。俄罗斯本来就是这个北洋国家哈，它光它破冰船来讲，它有40几艘的破冰船，其中有好几艘它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其实因为俄罗斯本来就生长在这个北极圈周边的国家嘛，所以他很懂得怎么样在冬天里面来航行啊、运载。我个人去过贝加尔湖去旅游过一次，你知道光那个湖，光只是一个湖而已，它冬天的温度可以到零下20-30度。那这个光那个贝加尔湖，他们就有破冰船。那你想想俄罗斯他们破冰的技术有多强？那这个俄罗斯有40几艘的破冰船。这个美国跟加拿大只有几艘，好像就2艘还是3艘，所以数量上面永远不成这个比例的。所以美国来讲当然会很紧张。如果说是地球暖化被北极融化以后，那所有潜舰这个核导弹的潜舰可以潜伏在北极洋下面来讲，一发射，你看它在中间这个往美国那边打的话，洲际导弹对美国来讲距离是非常近。所以我想说，美国这个川普也因为这个原因才要格陵兰，但是他现在已经闹成一个笑话哈。这个我相信，这北约这个国家。这个事实上他不需要用兵力去占领，他如果说真的这么有需要格陵兰的话，我觉得他在那边驻军就可以嘛。现在已经驻军了呀，对，他本来就已经驻军了嘛，他不需要用这种方式造成整个北约国家对他的反感。就是他是一个房地产大亨啊，他喜欢的东西怎么可以用租的，一定要用买下来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他都不要。好，我们来看到啊，川普呢在国际上面呢是不断的去进攻其他国家，像是委内瑞拉、格陵兰呢，但他自己美国国内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的关税到底合不合法？现在呢，最高法院即将要来判出来了，而现在呢，川普也说啊，哇，如果这个被判违法的话呢，他必须要这个赔很多钱呢，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数兆美元，赔不出来，那美国就完了，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想要用这个关税去付啊，包括了这个给民众的一些福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军事的，他全部都想要从关税来扣。但是如果被说是违法的话呢，哇，他就真的完蛋了。而现在呢，还有这个联准会的问题哈，因为呢，我们知道鲍尔其实他在做没几个月就要这个离开这个主席了，他要变成理事了哈。但是啊，现在呢，川普没有要放过他哦，还是继续司法追杀哦。说呢，这个他卖出美国的市场已经弥漫的情绪已经非常多了。好，就是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为什么会被川普给盯上呢？是因为他之前去装修这个联准会的新总部，然后说呢，你花太多钱了啊，疑似是有贪污。好，所以呢，现在川普要去罚他。那现在呢，川普也说了说。这件事情呢，
其实只是因为我拒绝配合你降息，所以你才会来起诉我的。好，它非常的坚硬哈，而市场呢对于这个 Fed 的独立性呢也就担忧了嘛。你看，所以这个卖出美国的情绪呢，12日是席卷了金融市场，导致美股的早盘走跌，美元疲弱，而金价呢又再度的加创新高了。而另外还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美国发酵啊，那就是呢明尼苏达州的这个执法枪击案呢，已经点燃了全美的抗争了。那现在呢，川普也是挺 ICE， 还去加派了几百人去进驻。而像是很多的这个艺人大咖啊，在金球奖的颁奖典礼上呢，也特别在他的衣服上面呢，去别着一个这个 Be Good 的一个徽章，表态呢去抗议 ICE 的执法行为。好，另外呢，我们现在来看到啊，日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有点紧张嘛，那现在呢，美国有没有可能去挺日本呢？小泉进次郎呢，今晨呢是在夏威夷会见了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确认了美日同盟对于地区和平稳定呢比过往还要重要。那呢，这也是这个。接下来15日呢，这个小泉呢也会去见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这是两人的第4度会谈。好，如果美国你不挺的话呢，但是小泉他的态度还是很强硬哦，他甚至自己呢来这个跳伞，从高塔下面去体验伞兵训练哦。他说呢，现在日本面临一个环境极为严峻的情况，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来听一下。自衛隊員の訓練をいつも見ている私からすれば。こんなものぐらいなんとも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が、なかなかですよ。今年、日本取り巻く環境は大変厳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が、自衛隊員、そしてそのご家族一人一人を守り抜く、その決意で共に頑張ろうじゃありませんか。1、2、3、4。他真的是这样子跳下来了这个高度是11公尺跳下来了，体验这个伞兵训练但是呢，中国的官媒怎么说呢？中国的官方就说了，说这个小泉进次郎去体验这样子的跳伞训练其实呢又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掩盖不住日本右翼复国军国主义的一个危险野心。好，除了这个官方长官亲自出来演出之外呢，现在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呢，也展示了一个新的兵力那就是这个服役的机器狗，它首度亮相了。好，来看到这个机器狗呢，是采用美国幽灵机械公司研发的机器狗 Vision 60，首次与日本第1空降团士兵现身出席。那这个机械狗呢，重量大约是50公斤，能够以时速11公里来奔跑，续航3小时，甚至在额外安装组件之后，它可以下水，它可以游泳的而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现在美国有没有可能去挺日本呢？美军的冲绳基地呢，现在呢也去演习了这个空降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呢，在10日的时候发布了影片展示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在冲绳上空进行了联合军事自由落体训练，强调美军正在持续的精进精准渗透与生存技能。但是呢，中国大陆呢，它的军力也是没有在闲着的。现在给你一个最新的训练画面发布的是寒冬训练。好，这个是新华社的报道。解放军呢，在某空军基地呢，近日在严寒的条件下呢，组织飞行训练，公布了歼20、歼16还有歼10同框的寒冬热练画面。这是跟美国对着干我们也是一样，军事行动没有在休息的，一直不断在训习在训练。而现在呢，韩国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到李在明非常的厉害他现在是穿梭在这个各国之间尤其他今天呢要访问高市早苗但是呢他也有前提的，他知道现在日本跟中国闹得很僵所以他先打预防针了，说我们南韩不会介入台湾有事的僵局。他说他无意卷入中日纷争。很明显的呢，习近平对日本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抱持着非常负面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是中国跟日本你们的问题不是我们该干预的事情。好除了这个他去访问高市早苗之外呢，他呢也
打算跟习近平提议啊，要建设一个连接首尔、平壤与北京的高速铁路，希望能够打造南北韩跟中国的一个新交流合作。而且啊，习近平还给予正面的回应哦，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好，相较李在明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川普啊，或者是这个高市早苗啊，好像都没有这么的有弹性啊，这么的能 Q 吗？我们请教赖教授。我觉得川普对于他的这个联准会的主席他从个人的恩怨转变成为司法的打压这个已经太超过了。我们其实很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说个人的政治恩怨用司法的工具，因为司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持社会秩序，而且它应该有相当的权威性，跟不要介入政治。但是如果政治人物利用司法去介入政治的话，我觉得司法变成一个工具，这个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不幸啊。例如说，美国的总统当然他有权利可以透过他的司法部要求他们去给我调查有关于联准会主席他的本身在任内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办公大楼的一个装修案有没有贪渎的事件，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他透过他的对于总检察长的这种司法部的一种权利去介入了他的政敌之间的纷争，这个会对于美国的国本会造成伤害，也会造成侵蚀，因为以后的政治人物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了。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选败了，然后民主党上来了以后，他可不可以也用这个动员他的这个司法部对于前任总统的各种举措、各种措施，然后进行调查，看有没有涉及贪渎、叛国或者是滥权的行为？那这样的话，每一位总统就不断的在下台之后吃司法的官司，然后被司法追杀N 年。那这样的话，日复一日，每一个政治人物就不断的在恶斗，这个国家还像一个国家吗？我觉得美国不可以玩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演艺人员他们跳出来对于 ICE 的这种滥权的执法，已经执法过度，造成社会的撕裂跟经济的状况跟地方的不稳定，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代表说，在川普治理下的美国这1年以来，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的对立，还有撕裂，族群之间的不安宁，这个不好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治理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带向仇恨，这个真的是不应该的事情。我们在强调，带来仇恨，带来愤怒，带来周边国家对你的愤怒，这真的是不应该的事。好，那现在的日本，他现在也陷入了一个困境。为什么？因为他的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也就是高市早苗他的意思就是说，台独分子我靠了啦，我是你的靠山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是谁在执政嘛，然后高市早苗的讲话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的靠山，我是你的保护者。那这个当然会引起大陆之间强烈的不满嘛。可是问题是在于，高市早苗到今天为止没有得到川普明确的保证，说我挺你，那怎么办？所以他的国防部部长其实就是要去美国拿到赫格塞斯的一个承诺，说我挺你。这样的高市早苗3月份到美国去，就可以要从川普的嘴中讲出我挺你这句话了嘛。所以就看15日他们两个见面的怎么样了哈。我们请教袁教授。我先强调一下美国的政治有问题，选出一个又笨又坏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讲，今天整个情节都是环绕在川普的智商在讲。但是这2件事情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有关于鲍威尔就昨天的话呢，早上一大早起来把他的视频完完整整的看完以后他非常的愤怒。这个原来是个很有修养的人，而且这个人当做联总会的主席是川普自己提名的他当选了。那到了今年2026年要下台的时候，但是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联准会的利息必须要按照客观的事实以及实际的经济的情况所产生的数字来决定，而不是任何人的意志。尤其是他明目直接讲出来，要用司法的方法来对付我，来调查这种我犯罪的事迹里面，完完全全是要逼迫我降息。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美国经济来讲，所以美国的民主党人是91%的人支持鲍威尔讲法，然后共和党人是有46%，合起来的话呢，全美国没有立场有70几，那么支持川普的人话不到34%，
这大家要搞清楚啊，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了不起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经济好。美国军事其实讲起来都不行的啦，啊，美国政治就是一塌糊涂。那另外讲到说是这个明星他叫 Mark Ruffalo 啊，他是演那个绿巨人的啊，他这边带了一个，因为我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去做过研究哈，在那个 Minneapolis 住过一段时间，那个地方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开放而且是多元的一个环境啊，在那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被杀害的人叫 Renee Good。啊，所以他叫 Be Good， 就是说我们跟顾德在一起，那同时也是代表说自己要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我觉得说是从明尼苏达事情也的确影响到川普的2026年11月，就是今年的11月的期中选举。为什么？因为这个 ICE 随便乱杀人，因为整个 video 出来，而川普为了挽回面子，从他到李维特到范斯到他自己的 Norm 什么的，全部都是这个颠倒事实啊，指鹿为马，在那边讲说这些人都是国内的恐怖主义分子。我的天啊，从来没听过这事情啊。那么这个下去的话呢，一个是社会上的，一个是经济上，还有政治上的，我觉得美国是集体完蛋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指目可待，慢慢可以拭目以待了，慢慢可以了解情况。然后现在讲到日本的情况，我觉得日本的情况的话呢，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是什么呢？就是小泉进次郎根本都没有搞懂大陆的态度。今年2026年的第1号命令、第2号命令都是针对日本来的，大家可以了解到。对于日本的发展，大陆一定要让它非军事化，所以说不管你跟海克塞怎么谈都没有用的。好，我们请教李将军。这个小泉进次郎，我们先讲他从11公尺高的高塔跳啊，这个高度其实是人类的惧高点的高度。你如果说有惧高症的话，站在这个高度你会最害怕。其实在这个高度里面，而且他为什么伞兵训练要从这个高度？因为他是要自己跳，那真的是在飞机上面跳伞的时候，你其实不是自己跳，别人从后面人把你推出去的，你根本莫名其妙一个接一个，你就跟下蛋一样，你还来不及思考，还来不及看下面什么，你就被推出去了。然后，但是话说回来，小泉进次郎，你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你一个方向，你到这边确实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表演。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是以日本来讲的话，根本就不需要伞兵部队。伞兵部队以前我们台湾也有哈，这个到现在也还有了。就是伞兵一定是一种就是会师作战，你跳下去之后，你身上所携带的弹药口粮，大概了不起给你支撑1天吧。1天之后你的弹药就打完了，而且一定是跳伞，要跳伞一定是要敌后去跳伞嘛，你不可能在第一线跳嘛，就到敌后跳，敌后跳伞之后，你一定要会师部队，硬要有部队过去接应到你，才能会师作战。那以日本这种地形，平常讲他们的这种防卫作战它是纯粹是一种攻势的部队，所以我觉得小泉进次郎在这一次展示跳伞，代表的是一个攻势部队哦，它不是守势部队。如果说纯粹你防卫日本来讲的话，不需要伞兵部队，伞兵部队一直是用在攻势作战。你看美军来讲，101空降师要干嘛？那都是准备到这个别的国家去打仗所用的部队。所以小泉进次郎这一次纯粹真的就是一次作秀的行动，而且这作秀后面代表的是他要建立一个这个所谓攻势部队的一个心态哈。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日本展示的这个机器狗，其实让我很感慨了。如果说是我们台湾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台湾自己日本可以做出来，他为什么我们台湾做不出来？大陆早就做出来了。我们台湾每天讲的要这个防卫作战，要城镇作战这种武器确实就是城镇作战最佳的利器。城镇作战你不能靠战车，靠这些没有用，你要靠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日本说愿意协助我们台湾的话，事实上应该协助我们台湾发展像这类的武器。我个人来讲，以一个军人的立场，我个人倒是蛮欢迎这种事情哈。